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桃园新屋福星宫，这里大约位于新屋绿色走廊自行车道的终点。我今天从这里出发，造访今年新完工的双星自行车道。这条自行车道跨越福星溪，衔接桃园新屋与新竹新丰的自行车道。我现在就从这边出发，这边有岔路。 右岔路自行车道往永安渔港约7公里，这边往新丰红毛港大约5公里。这边取右行，前面那里就是新完工的双星自行车道。这是西滨快速公路的桥下，所以从新屋绿色走廊自行车道骑过来的话，就可以不用抵达福星宫。 直接从桥下的自行车道骑过来，就抵达双星自行车道。双星自行车道，双星就是新屋、新丰2个星，双星。前面这里是福星溪出海口。 福星溪河口可以看得到10户残基，这里有石阶通往沙滩，前面那里又有一座10户残基。我来走一段沙滩，从新屋到新丰，这边的海岸有很多百年石户。 前面这里有一座荒废的碉堡，这里有导览简介。坡头村10户海岸观光导览。我刚刚从福星宫出发，经过10户海岸。 接下来我就走海堤步道，走到这里可以沿着沙滩前进，也可以走自行车道。好，那我就走自行车道好了。走自行车道有树荫，比较凉快。 走海边的话太热了。这里右侧通往新丰海水浴场。新丰海水浴场现在变成是无人管理的海域。前面是坡头渔港，我又要走沙滩了。 这都是贝壳。抵达渔港，前面那里有海堤步道，感觉快要变天了。这几天台湾的天气都很不稳定，随时会来一阵豪大雨，然后很快就过去。左侧这里是有公共厕所。 自行车道是在树林里面，我继续走海堤步道，往红毛港。哇，听到打雷声音了。那我应该是走树林里面的自行车道才对。哎，狗狗你好。
我从这里转进自行车道。在树林里面安全多了，虽然生死有命，但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。哦，打雷了！从新屋福星宫走到这里，大约走了4公里，1个半小时，走得不快，因为沿途在看风景。雷声暂歇，那我就继续前行。不过开始飘雨了。 我抵达红毛港了，前面是红毛港北岸的红树林，入口在这边。现在雨越下越大。红毛港的红树林有2种，水笔子跟海家东。这里有凉亭。 前面是步道出口，红毛港，这是红毛港渔港的餐厅，对面就是红毛港南岸的红树林。红毛港相传是当年荷兰人在这个地方登陆。 所以被称为红毛港。以前是新竹县红毛乡，但是后来因为政府认为地名不雅，所以在民国45年将红毛乡改名为新丰乡。我现在走往景观桥、红树林桥。打雷了，我要走快一点。 红毛港南岸的红树林，我超过10年没有来了。这里有大凉亭，非常喜欢的一座凉亭。外面有雨又有雷。 我就在凉亭里面好好休息，四周都是红树林，好棒的环境。新丰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的凉亭都建得非常的典雅，而且非常的宽阔。 本区是海家东在台湾分布的最北线。这是海家东，叶子比较宽圆。这是水笔子，树叶比较细长。这里是水笔子与海家东的混生林。 哦，这里也可以做个对照，水笔子、海家东，树叶明显不同。哦，这是还没有改建的凉亭。这边走岔路，走为红树林桥，右岔路往江错百年破树群。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既然来了，还是来看一下。到了，我从这里进入江错聚落。
这里好多古厝。这里的地名是树林子、丘拿，因为大部分的居民都姓江，所以被称为江厝。不过有一些房子都荒废了。新竹县受保护树木、破树、花球，也有人念朴树。江厝总共有100多棵破树，是台湾西海岸破树最密集的区域。前面这几棵树都是破树，这边大部分的三合院、正厅的门呢都是刻着天水堂，是江姓的堂号。这里有一栋天水堂三合院，前面这一棵破树应该是最有名的。树下有座椅。今天天气比我想象中差多了，老婆劝我早回家，说准备收工了。我从这条巷子走回红毛港，一路欣赏破树、花球。下大雨了，终于我的小伞撑不住，我还是在这边避雨好了。人生旅途虽然充满艰辛和坎坷，但是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去面对它。出发了。没关系，进来一起躲。进来公厕避雨一下。今天是落魄新风撑伞行，不过我进来公厕避雨，这边2只黑狗在这边避雨，被我吓跑了，很不好意思。那我离开好了，可能他们就会进来了。回到坡头渔港了，继续走自行车道，新丰海水浴场。复兴巡守站。这边右转往福星宫。我回程骑行军，只花了1个小时就回到新屋福星宫了。今天回家如果没有感冒的话，我想我对人生应该会有一番新的领悟。那我今天的双星自行车道新丰红树林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小爱建议您旅行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幸好 Tony 先生回家后没有感冒，他有什么新的人生领悟呢？我听到 Tony 先生喃喃自语地说：“老当益壮，老当批笑。”